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毛月亮，这是一个我老爸给我讲的事情。他们当时在内蒙当兵，2炮部队。当时他们的炮瞄准的是苏联援助中国建在内蒙边境上的一个油库。因为内蒙属于开阔地，大纵深作战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坦克群和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。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建造的那个油库，美其名曰是援助，但其实是算好了的。一旦战争启动，苏联的坦克刚好可以开到那个油库去加油，所以他们当时的部队就是瞄准的那个油库，只要有任何的不对劲，立刻开炮摧毁油库。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说这是一个真事儿，并不是我胡编的。我爸说他们那个时候刚入伍第2年，下午4点的时候有牧民过来求助，说丢了2只羊，部队便派出了我老爸他们一个班的战士去帮牧民找羊。等回来的时候是晚上的8点多。内蒙的草原上晚上8点多，别说路灯了，除了月亮的光，其他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。那天晚上我老爸记得很清楚，月光很昏，还能看到一个隐约的光圈。他们班里的一个战士说了一句：咋碰到毛月亮了？然后给他们讲，毛月亮在他们老家是鬼怪出没时候才会有的，现在黑漆漆的，赶紧回去吧，别一会儿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。班长呢马上的骂那个战士，说他是搞封建迷信。结果奇怪的事情就来了，我爸说他们周围的几户牧民家，他们经常去拿一些日常的用品偷偷换换风干肉，改善伙食，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。但那天晚上却很奇怪，明明步行不到1个小时就能回来的路，整整走了2个多钟头，还没看到驻扎地。他说那个时候班长呢也有点遭不住了，说不会真遇到什么鬼东西了吧。然后他们又走了半个多小时，遇见了一个赶着11只羊的老头。我问我爸，你咋知道是11只？我爸说很奇怪，他就看了一眼，也没数，但就感觉是11只羊，绝对没错。后来一问才知道，班里头的人包括班长、班副，全都觉得是11只，而且都没数，只是感觉。你说邪门不？班长呢赶紧去搭话，问部队驻地怎么走啊？大晚上的太黑了，也没个参照物，估计是转向了。老头说他知道，让我爸他们一班战士跟着他走。又走了快1个钟头，突然听到了枪声和连长指导员的声音，然后脑子突然的昏昏沉沉，紧接着脸上突然一疼，整个人都清醒了，就看见连长指导员站在他们面前，满头大汗地看着他们。一问才知道，当时已经是夜里的3点多了，但是他们只感觉到过去了2-3个小时而已，而且他们所在的位置就在营地附近不到2公里的地方，一直在原地打着转，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他们的脚印。然后呢，班长就跟连长指导员说了这件事儿，连长是当地人，听完以后脸色很是难看，也没再说什么，让他们赶紧的回营地去了。我爸讲的这件事儿让我对毛月亮很是好奇，难道看到毛月亮真的会有什么诡异的事儿发生吗？捡钱。鬼说，我想说一个我想了很久的事儿。之前大学的时候，包括毕业以后，经常的喝酒应酬，按理说我的酒量还不错，不说千杯不醉吧，最起码也是白酒1斤半，啤酒随便灌。但自从半年以前，我在路上捡了一个黄纸包着的20块钱以后，就感觉特别的奇怪。
从那之后，我基本上沾酒就醉。曾经呢，我在家自己试了一下，一杯啤酒，我居然能喝断片儿。诡异的是，明明1个月以前我的酒量还是很好，但自从捡了那个钱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有人跟着我一样。最奇怪的是，我在家做实验的时候，一杯啤酒下肚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醒来以后，我居然发现我的桌子上有3、4盘菜是炒好了的。要知道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，甚至屋里连菜都没有备着。然后我就去了物业查看监控，发现我居然穿着整整齐齐地出门了。快进了40分钟，我拿着一大堆东西从小区的门口回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梦游还是怎么了，对于这些我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路上遇到的遗失物都是敬而远之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老太太。今年情人节，我和对象出去约会，就在沈阳。我呢，出去买宵夜，给对象打电话问他想吃些什么。抽着烟呢，我就看到小巷的黑暗处有一个人形的黑影，看着轮廓像是一个小女孩。正当我愣神的时候，这个黑影逐渐的靠近，是一个小女孩，但当她抬起头的时候，却分明是一个老太太的脸，脸长得特别抽象。我吓得直接头也不回的跑回了民宿，把这事儿告诉了对象。他呢不信，非得要跟我过来看一看。当时很冷，刮着大风，又到了那个小巷，但小摊基本都收摊了，除了一排停放的私家车以外，就没见到别的什么东西。我对象给我骂了一顿，我也是有口难辩。这时候就听到了咚的一声，我们朝了那个声音来源，就是那个私家车看了过去。那个老太太就从最左边的车顶，一个车顶一个车顶的跳着，最后到了最右边的车时，直接消失了。我俩当时吓得不敢说话，以为这老太太是什么精神病患，头也不回的就跑，一口气跑回到了民宿。到现在，我们也不知道那天看到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传闻，有些动物时间久了会幻化人形，而那个老太太，会不会就是某种精怪呢？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